一提到西方列强，你会想到什么？大多数人脑子里蹦出的头3个词，恐怕就是侵略、殖民和屈辱。这种情绪几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本能。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这些在官方历史叙述中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列强，他们的中文译名好像都不错。英国的英，德国的德，意大利的意，美国的美，无一例外的都很有寓意。这些国家的中文全称也很讲究，像英吉利、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为什么这些西方国家的汉译国名都非常文雅漂亮，甚至是汉语中最上档次的一批字？这种历史现象的确有些耐人寻味。这期节目我们就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美国，来聊聊这个历史现象。美国在近代中国并不陌生，通商、条约、各种接触里都有它的身影。按直觉来说，这样一个对象，它的中文名字似乎不太可能太好听，但偏偏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美国。美这个字什么意思不用解释，大家都清楚。而它的全称美利坚3个字也几乎都是带有褒义的字，甚至周易里有句话叫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大意是说上天以美好润泽万物的方式使天下受益。当然，最早使用美利坚这个词的人不大可能翻着古书给这些国家来取名，但美和利这2个字经常被中国的读书人正面的连用，对这一点当时的翻译者应该是很熟悉的。这种给美国起好名字的现象，放在19世纪中国的语言翻译习惯中就更让人疑惑了。当时中国人对 America 的叫法前后后有几十种，花旗国、米利坚、美利加、弥利哥、莫利加，再加上各种各样的音译，说法五花八门，也没有统一标准。可偏偏就在这些并行的名称之中，看起来最体面的美国美利坚慢慢站住了，最后变成大家习以为常的说法。最早的译者或用户到底是哪些人？难道这些翻译者一开始就崇洋媚外，还是说这背后其实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聊聊的问题。这里先提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但非常关键的事实，中国人在汉语翻译 America 时，最先翻译的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美国，而是美洲。因为当时美国还没建国，明末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方地理知识时，把 America 音译成亚摩利加，但他这里说的其实是美洲。这时候对 America 的翻译只是一个很模糊、很遥远、很宽泛的地理概念。真正让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是在美国独立8年后的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但即便到了这时，中国也没有立刻看清美国。在当时广东的官员和商人眼里，美国人和英国人实在太像了，长相、语言、船只差不多，做买卖的方式也差不多，所以一开始很多中国人根本分不清谁是英国人，谁是美国人。1795年，甚至还有英国商人专门提醒广东官员，说这帮人另有其好，不要和我们英国人混为一谈。这个细节说明，最初还没真正碰到美国该翻成什么字更合适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当时中国最早流行起来的翻译名称，不是美国，也不是什么米利坚，而是花旗国。这个名字今天听起来很老派，也很有味道，甚至带着一种港口社会通商口岸的烟火气。为什么叫花旗国？因为广东民间本来就有按外国旗号辨认国家的习惯，而美国船上的星条旗在当地人眼里看起来就像花花绿绿的旗子，于是就被叫成花旗，美国也就成了花旗国。花旗国这个名字的流行也有原因，短、准、好记。不过一个国家的名字越生动，越说明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很表层的阶段，不是按制度命名，不是按历史命名，而是按国旗的样子。说白了，最早中国人看到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批挂着特殊旗号来港口做生意的洋商。当时中国人关于美国的知识很多都来自听闻、拼凑和误解。中国人在1820年的一本书里提到美国时，还说它是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里面有不少错误，美国不是什么海中孤岛，疆域更不可能算稍狭。某种程度上，那个时代中国人关于美国的认识很多不是系统调查得来的，而是在港口接触中靠耳朵听，靠别人讲，靠想象拼出来的。美国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并不是一个清楚完整的国家，而是一团模模糊糊的印象，跟英国很像，船很多，旗子很特别。
这种认识决定了那时候中国人对美国的称呼不可能一开始就稳定和统一。和民间花旗国的译法同时并行的是官方文书里的另一套叫法，比如米利坚当时在考虑 America 或者 United States 的众译名时，也逐渐加入了制度层面的考虑。1830年代，德国人郭士腊等人办的杂志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这些传教士给美国起的名字也很说明问题，比如亚莫里加总郡、北亚米利加河郡、梅里戈坚郡等等。今天看这些名字当然拗口，也不准确，郡邦用的都很别扭，但他们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这些人已经不满足于只模仿声音，而是开始努力把美国那种联邦合众分州而治的特点翻进去。他们不只是想让 America 听上去像，还想让他在汉语里说得明白。这个时候，中国的读书人也开始主动被动地认识这个陌生国家的制度。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有句话，越人称约花旗国，其实米利坚即莫里加，又作梅里哥，乃州名，非国名也。魏源这里已经意识到州名和国民不能混成一锅。America 既是州名的来源，又出现在美国国名里，但一个现代国家不是一整块大陆的随便代称。魏源后来又尝试把 United States 翻译成域内氏蝶国。今天看这些翻法都很拗口，也没有流行下来。不过这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汉语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政治词汇才能承接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国家。西方国家的国名在1840年代之前的译名和叫法主要以模仿发音，便于识别为目的，而尚未附着太多褒贬评价，关键不在好不好听，而在像不像。只要中国读者看到这些字大致能对应某个海外地方，就达到了目的。对美国国名的翻译也是如此，像美利加、美利坚、米利坚、莫利加、米利哥还有花旗，这一时期的译名往往不稳定，同一国家常有多种写法，因为每个传教士听到的口音不一样，用的又是天南地北的方言，广州人听成一个样，福建人听成另一个样。因为最早的中西接触多发生在澳门、广州、福建沿海等地，所以许多译名带有闽语、粤语口音的痕迹。此时中国虽有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但对这些遥远国家上缺乏现实冲突，也缺乏系统认知，因此名称更多是知识性的、工具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这一阶段的翻译表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最初反应不是立刻赞美，也不是立刻敌视，而是先把陌生世界纳入自身语言系统之中。中国过去习惯的天下观礼，周边国家多以朝贡关系进入秩序，而晚明以后出现的西洋国家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所以这一阶段看似只是翻译技术问题，实则象征着中国世界视野的第一次扩展。过去中国语言中的天下多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到了这一时期，汉字开始被迫容纳大量陌生地名与国名，中国第一次不得不面对一个真正的全球世界。名字虽杂乱，却是新知识进入旧文明的入口。这时的中国虽然尚未改变自己，但已经开始听见世界的声音。时间到了1840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鸦片战争前后，西洋国家的汉语名逐渐带有明显的轻蔑、排斥乃至敌意色彩。这个阶段的国民翻译已不再只是记音工具，而成为传统天下秩序面对现实挫败时的一种文化心理防御。先前，即便西洋商人进入广州贸易，也常被视作来华求利的番商，而不是主权国家的代表。然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西方海军力量、全球贸易网络与工业化优势逐渐压到东亚海域，中国传统秩序受到严峻挑战。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华夷之辨的观念遭遇现实打击。在这种背景下，语言开始发生变化，进入了一种翻译西方国家名称时有意加以贬低的阶段。具体是怎么操作呢？最简单的就是西洋国名的后面加一逆字，或直接用贬义词翻译西洋国名。鸦片战争后，部分清朝军民开始用痛恨的口气改称英国为英夷。两广总督林则徐就用英夷甚至英逆的词来指斥英国。除了对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以贬词称之外，清人对其他西洋列强也恨污及污，在其汉译国名后加一逆等字。不论是英法美俄诸国都不忘贬之，甚至有人称呼法国叫佛朗西，这里使用的朗字是狼子野心的狼，
俄国叫罗刹也不是什么好词，因为罗刹是在印度教佛教中的厉鬼，而对美国，中国人称为弥夷、米球。19世纪40年代以后，大清政府与美国在政府层面已经有了接触，双方一旦进入外交博弈层面，有些事情就没有那么随性了。西方列强非常重视国家的译名，即使官方正式文档中没有那些羞辱性的描述，也不一定能够被接受。1844年，美国修约特使顾盛来到广东，担心中国官员不了解美国，于是在照会后面专门附了一篇《亚美里亚邦国纪事》，而且他对美国国名怎么翻非常在意。齐英一度在照会里把美国称作米利坚国，结果被顾盛退回，后来改成更合适的说法之后，顾盛才接受。对方为什么如此计较这事儿？说白了，国名从来都不是随便翻的，它本身就是外交的一部分。你怎么称呼对方，对方接不接受这个称呼，双方最后把它写进什么文档，这些都不是纯语言问题，而是政治、尊严、认知和地位的综合博弈。实际上，到1853年，上海地区中美交涉文档里已经出现美国的称呼，一些中国人能够放弃原有的叫法，转而采用美国，这说明大清的官员终于肯正眼瞧瞧这个国家了，不再把它当成可有可无的蛮夷。但在咸丰朝，美国或美利坚的翻译并不常用，而美国官方在与中国官方的交涉中，除合众国的自称外，在正式的场合，他们更乐于使用亚美里亚合众国。在西方国家的汉译名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就是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的第51款明确要求，此后中方各式外交文书，凡是涉及英国公民的地方，不能再用一字。此后，西方各国列强相继效仿，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在涉外文书中不再使用“一逆”等侮辱性的表述。光绪21年，也就是1895年，日本使臣因为中方外交文书中把日本称作岛夷，专门来函要求更正，并请求今后加以禁止。当时这位日本使臣引用的就是中英天津条约。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这一称呼成为中美双方交往当中最常用的称呼。在中方的内部文档当中，中国官员们也很自然地开始使用，而不再使用歧视性的称呼。与此同时，美利坚这一称呼也开始出现。这3个字在中文当中均是具有褒义的字，中国人能把这个词赋予此前认为的蛮夷之邦，这一方面与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有关，但最重要的背景是洋务时期的军民心态变化。60年代起，洋务派越来越觉得这些西方国家值得一学，未必是全盘崇拜，但至少在船炮、学校、工业这些方面，已经承认其有可借鉴之处。所以，像曾国藩、李鸿章、郭宗涛、郑观应这些人，越来越倾向使用一个体面、不带羞辱性的国名。曾国藩已经较早使用美利坚这样的称呼。正是洋务派为用褒义词翻译美国国名这件事儿开了个头。后来，黄巢清史文编所编的洋务派文章中，早期那些贬词丑化的译名，几乎都被美国、美利坚这2个褒义的翻译取代了。到这时，大清皇帝和官员们都明白了一件事：既然要修约，要通商，要学洋务，要派使节，要打交道，就很难再长期拿一套带明显侮辱色彩的旧称来处理现代事务。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会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于，西方来华人士当然也更愿意接受新的译名，谁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国家在中文里被正式固定成一个粗鄙、敌意，甚至有羞辱意味的名字。中国对西方国名的翻译后来之所以会越来越体面，不只是因为中国人自己认知变了，也因为来华的西方人也在积极推动一种更适合正式交往的说法。到这个时候，旧的名称和旧的话语系统已经慢慢不够用了，而不得不面对万国并立的世界秩序。换句话说，美国或美利坚的译法当然也不能说是什么崇洋媚外，它是现实政治和时代心态共同筛选出来的结果。上面聊的是美国和美利坚这2个汉语翻译的出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或美利坚这2个汉译名后来能固定下来，并且能延续到现在呢？首先是语言习惯本身的力量。语言有一个很现实的特点，就是会随大流。一个词只要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被官方文书、报刊文章、学校教材、社会大众不断重复，它就会慢慢固化成标准说法。
一种国名的翻译能不能长期流传，不只取决于它最初是谁造出来的，更取决于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人愿不愿意继续这样使用。所以到这里问题就成了，为什么从晚清到民国的上百年时间里，人们愿意继续采用美国美利坚这样的用法？当时的人们似乎并不觉得把这个国家译成美利坚有什么不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到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代，中国社会对美国的整体看法。晚清之后，很多中国人，不管是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还是后来民国时期的许多政治力量，都曾经把美国看成一个现代国家样本。有人向往它的工业，有人向往它的教育，有人向往它的共和制度，也有人向往它的社会活力。甚至连抗战时期的共产党舆论对美国都曾经有过相当积极的表述。围绕美国独立日，上个世纪40年代，在延安的中共机关刊物《新华日报》连续多年都会在7月4日的报纸上刊登一些祝贺美国国庆、歌颂美国民主的文章。1943年7月4日刊登的一篇副刊文章写道：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67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这里提到的167年，说的就是从1776年到文章发表时的1943年，共计167年里面的亲美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用词和写法放在今天看，多少有点难以想象。而1944年7月4日的《新华日报》社论写道：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的工作，他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而在1945年7月4日的社论写道：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创建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轻的向上的国家之一。从上面几段社论能看出来，当时中国的政治舆论里曾经公开持续的把美国看成反法西斯、讲民主、值得联合甚至值得赞美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用美国这个词来翻译当然能被接受。不过后来的两国关系又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之后，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形成，官方话语里对美国的指代就不再只是美国、美利坚这些用词了，而是高频率出现美帝国主义这个词，影响深远。今天不少中国人随口说出的美帝国主义就是那个时代政治语言的遗产。但到了1972年上海公报以后，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美国这个词又重新回到更日常、更中性、更普遍的主流表达里。这一来一回，表明语言从来不是死的，它一直都在随着现实关系的冷热变化而摆动。关系缓和时，名字趋于中性甚至是褒义；关系紧张时，一些人容易先从称呼上做文章。所谓国名，有时看似简单，背后其实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温度。所以 America 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美国？当然不是一句崇洋媚外就能轻轻打发掉的。这个名字的形成背后至少经历了几段清晰的历史变化。最早的时候是相对中性的音译阶段，那时中国刚开始接触这个遥远的新国家，对它了解并不深，更多只是听其音记其名，于是出现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译法。与此同时，也有像花旗国这样的称呼，看见美国船上的星条旗就按视觉印象直接命名。而到19世纪40-50年代，中西交锋加剧，战争与冲突接连发生，语言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像什么米逆、米夷这类说法，未必是官方使用的正式国名，却非常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特殊心态。现实中受到冲击，心理上难以接受，于是通过语言表达敌意、焦虑和抗拒。随后，中国又被西方列强要求在正式外交文档中把那些骂人的话统统删掉，像夷狄的夷字这样的用法开始被明确要求停止使用。
中国这时不仅在军事和外交上被拉入近代国际体系，在语言和称谓上也被迫调整原有的旧习惯。再后来，洋务运动时的知识界和洋务派官员越来越形成一种务实态度，他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并不只是船坚炮利，在技术、教育、工商业等方面也有值得学习之处。在这种背景下，对外国国民的处理也越来越倾向于采用体面、稳定，至少是中性的词语。美国、美利坚这种译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站稳脚跟的。而民国以后，很多人把美国视为现代工业、共和制、教育先进国家的代表，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译法。后来关系恶化，又有了美帝国主义这样的称呼。关系缓和，美国又重新回到了日常语言之中。我们刚才聊的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能解释当下中国民间乃至官方话语中，为什么会出现漂亮国、丑国这类说法。说到底，名字怎么叫，很多时候还是跟现实关系有关。关系缓和、交流开放，彼此还愿意学习的时候，名称往往趋向体面、中性，甚至带一点美化意味。关系紧张、敌意上升、情绪加重的时候，称呼又容易被拉回讽刺、丑化的方向。回过头来看，美国这个名字之所以能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最正确，而是在一段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被慢慢用出来留下来的。也正因为这样，当我们今天再去使用各种称呼的时候，多少可以意识到这些词本身也在记录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